大家好，我是孟亚厨。现在4月份是青梅采摘的季节，所以今天买了5斤的青梅，打算分享2种青梅的做法。我们先把好的青梅挑起来。朋友们，如果挑到这种表面有撞伤的，或者是有虫眼的，就给它分起来。完好无损的这些青梅，我就打算给它做成那种青梅酒。加多一点的食盐。 倒清水浸泡20分钟，加盐这样浸泡一下，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，以后可以保存时间更长。剩下的这些青梅，我打算做成青梅酱，把这些碰伤的给它削掉。做这款青梅酱对青梅的要求不高，所以说这些千万不要浪费了。 像这几个就是有虫眼的，我们就不要了。朋友们，这个称了一下1斤半，我们把它清洗干净。这青梅一定要给它搓洗干净，像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洗掉。再给它多清洗一遍。 把洗好的青梅铺在蒸锅里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烧开后大火蒸15分钟。现在我们把浸泡好的青梅清洗干净，像这边这个地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，这样才不会影响制作青梅酒的口感，而且放的时间会比较长，不容易变质。 然后再过水，给它多清洗2遍。把洗好的青梅放在干净的菜板上晾干水分。朋友们千万不要为了节约时间就拿去太阳底下晒，这个是不能暴晒的。着急的朋友可以用电风扇给它吹一下。这边我们青梅也蒸好了，关火，先给它盛出来。 青梅这样蒸一下，它独特的香味就飘出来了，特别好闻。而且这样蒸一下可以去除它的一些酸涩味。我们1斤半的青梅配200克的红糖、200克的冰糖，全部倒入奶粥里面。倒入青梅，先开中火熬制，可以借助刮刀把这个青梅给它碾碎。我们这个是不需要加1滴水的。 做这个青梅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用铁锅，尽量用这种奶锅或者是不粘锅。因为用铁锅的话，它会产生化学反应，会腐蚀铁锅。像这样冰糖彻底融化过后，转最小火熬。朋友们，熬这个青梅酱一定要有耐心，慢慢给它熬。越熬到后面，一定要有一个人在这边顾着，而且要不停的搅，不然的话，它中间受热很高，就很容易就是溅伤自己。它会这样子喷起来。 好了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熬了45分钟左右的状态，像这样，就是会挂到这个刮刀上面就可以了。关火，稍微不烫了就可以装入消毒好的玻璃罐里面。这个纸也是可以一起储存的。我们1斤半的青梅做出来就是1瓶多一点点，这个平时拿来泡温水喝，特别的开胃，而且有一些广式的菜品就可以用到它。这个放到冰箱里面冷藏3个月都不会坏。 这个青梅也已经吹干了，就是表面不会有任何水分，就可以装起来了。玻璃罐我们先倒入高度白酒，然后上下给它摇晃，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这个酒要倒掉的哈，不能喝。朋友们，我3斤的青梅就是配的1斤半的冰糖，就是这个甜度就是适中的，如果喜欢甜一点可以再加一点。先铺1层冰糖，然后青梅。 就是1层冰糖，1层青梅的这样放。接着倒入3斤白酒，青梅跟酒的比例是1比1。我这个白酒是38度的，如果酒量好的可以用53度以上的。倒到9分满就可以了，因为发酵的时候会有气体产生。然后盖上密封盖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的青梅酒就做好了，这个放到6个月以上就可以喝了。如果想要口感更好的话，可以放久一点，因为这种是越放久越好喝。平时就把它放到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。